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小峰义雄老师所著的《提高免疫力，成为碱性体质的饮食方法》这本书。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否是一个容易经常生病的人呢？无论是糖尿病这样的生活方式疾病，还是像癌症这样的疑难杂症，又或者是因新冠病毒感染或龋齿等引起的各种疾病，这些容易患病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酸性体质。大家都知道，用来衡量酸碱性程度的指标是 pH 值。pH 值数值低表示酸性程度高，而高则代表碱性程度高。那些容易患各种疾病的人的 pH 值数值通常都在 6.5 以下，这表明他们体内呈酸性体质。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什么是碱性体质；第二，获得碱性体质的饮食技巧；第三，防晒霜毫无意义，预防色斑的唯一方法。与易患疾病的酸性体质相反，免疫力高、不易患病的人大多是 pH 值数值在 7.0 以上的碱性体质。人体内的 pH 值的关键在于日常饮食，过多摄入酸性食物的人容易形成酸性体质，而有意识地摄入碱性食物则有助于我们形成碱性体质。这本书包含了成为健康的碱性体质所需的饮食方法。通过观看这段视频，您将学到如何让身体变成碱性体质，所以请务必观看至最后。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什么是碱性体质来开始解释。作者是一名牙科医生，迄今为止已经为许多患者测量了唾液的 pH 值。他发现，唾液中 pH 值数值低的人，即体内呈酸性体质的人，更容易患上免疫力下降和慢性疲劳等各种疾病。成为酸性体质后，血液中白细胞的功能首先会受到影响，免疫力也会下降。白细胞是保护身体免受细菌和病毒等外来侵害的细胞，可以说是免疫的关键。白细胞在人体呈碱性时活跃性更高，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您经常感冒或生病，首先需要将身体调节成碱性，来激活白细胞，从而提高免疫力。另外，容易疲劳也是酸性体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我们的体内，通过运动，肌肉会分解糖分，产生疲劳物质乳酸。在正常的 pH 值数值下，包括乳酸在内的许多酸都会被体内矿物质自然中和。然而，如果体内呈酸性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为了中和这种酸性，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内矿物质，导致体内的矿物质不足，慢性疲劳物质乳酸在体内堆积，从而引起长期的疲劳感。体内矿物质不足还会引起其他问题，在众多矿物质中，特别是缺乏维生素 B 群，会导致皮肤和黏膜功能下降，引发口腔溃疡、口角炎、舌炎、脂溢性皮炎、角膜炎等症状。对于成长期的儿童而言，矿物质不足还可能导致生长障碍。当体内缺乏矿物质时，钙和镁会从身体中溶出。为了弥补这些不足，身体会从骨骼中吸收这些矿物质，导致骨骼变得脆弱，增加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为了缓解由矿物质不足引起的不适，一些人可能会服用复合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的补充剂。然而，如果身体仍处于酸性状态，无论摄入多少补充剂都会被迅速消耗。因此，要弥补缺乏的矿物质，最重要的是使身体保持碱性。此外，关于摄取钙的问题，过去人们常常推荐喝牛奶，但现在有人指出，牛奶可能反而会导致钙的不足，这是因为牛奶里含有磷这一物质，而摄入磷会促使人体排出钙。对于有效补充钙来说，牛奶并不是最佳选择。相比之下，作者建议从富含矿物质的植物性食品，如西兰花中获取所需的钙。除了慢性疲劳和矿物质不足外，酸性体质还可能引发各种生活方式疾病，如糖尿病、肾结石、中风、动脉硬化、认知症等。据统计数据表明，酸性体质的人更容易出现易困、便秘、头痛等症状。而由酸性体质引发的最令人担忧的疾病之一就是癌症。
关于酸性体质与癌症发病的关联，早在1931年就已经被德国生理学家古伯格教授所揭示。他发现了癌细胞在酸性条件下增殖的现象，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此后，许多研究证实了体内酸性度与癌症发病的关系，显示出体内酸性度越高，患癌的风险就越大这一趋势。根据作者诊所进行的唾液 pH 值检测结果也表明， pH 值在 7.0 以上的碱性体质的人更加健康，而在 7.0 以下的酸性体质的人则患病率较高。当这一数值降至 6.2 以下时，癌症患者的人会增多。在 5.0 以下，几乎所有人都患有癌症。此外，对于前几年许多人最担心的新冠病毒感染，据作者称，美国某些地方的新冠病毒感染数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消费的披萨、炸薯条、汉堡包等快餐中，约90%都是酸性食品。而有基础疾病的人更容易导致重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服用药物导致体内呈偏酸性。酸性体质引发的病原体不仅仅是新冠病毒，还包括其他各种感染症。部分病毒需要细胞内的酸性环境才能直接侵入细胞，这些病毒包括流感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登革热病毒、HIV 病毒和新冠病毒等。这些病毒在碱性环境中无法进入细胞内存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各种病毒的应对措施，最重要的是改变自身的体质，并它成碱性。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获得碱性体质的饮食技巧。作者所经营的诊所通过对患者进行饮食习惯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饮食习惯与唾液 pH 值之间的关系。他发现，酸性体质和碱性体质的患者在饮食内容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简而言之，摄入更多碱性食物的人往往具有碱性体质。要提高免疫力，维持矿物质平衡，保持身体解毒功能，以抵抗疾病，首要任务就是将体质调整为碱性。那么，什么样的食物被认为是碱性食物呢？在选择碱性食物时，大家必须牢记一点，那就是食物本身的 pH 值与进入体内后的 pH 值可能不同。以梅干为例，尽管梅干本身味道很酸，给人的印象是酸性食物，但实际上梅干在进入体内后会呈现碱性。确实对梅干本身的 pH 值进行测量的结果是呈酸性。然而重要的是食物在体内的作用。如果想要准确测量食物在体内的 pH 值数值，就需要将食物加热至完全燃烧成灰烬，然后测量残留的酸性和碱性矿物质的含量。例如，梅干经加热前的 pH 值为 4.0 呈酸性，但在燃烧后，其 pH 值可达到 10.0 呈碱性。由于测量食物在体内的 pH 值的过程相对复杂，因此本书依据各种参考文献和对患者的问卷调查，结合高精度的 pH 值测量仪器的实测数据，将食物分为有益于调整体内碱性体质的食物和可能导致酸性体质的食物两类。在这里，我想把这些内容介绍给大家。首先是 pH 值为 10.0 的高碱性食物，这些食物含有大量的天然碱性成分，例如菠菜、西兰花、大头菜、芹菜、花菜、胡萝卜、土豆、黄瓜、海藻、柠檬、西瓜、梅干等，大家绝对要积极摄入，最好是生食。接下来是 pH 值为 9.0 的碱性食物，例如橄榄油、生菜、西葫芦、红薯、生豆、发芽谷物、茄子、豆苗、芸豆、蓝莓、西洋梨、芒果、木瓜、无花果、椰子、橘子、甜瓜、猕猴桃、葡萄、莲藕、醋等，这些食物也被认为对身体有益，需要积极摄入。但有些令人很意外，例如醋也是碱性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接下来是 pH 值为 8.0 的弱碱性食物，由于这些食物的碱性较弱，大多数烹饪后都会呈酸性，因此更加推荐生食，例如苹果、杏仁、鳄梨、西红柿、玉米、蘑菇、萝卜、橄榄、大豆、青椒、菠萝、樱桃、草莓、杏子、哈密瓜、桃子、
橙子、柚子、香蕉等。如果选择生吃这些食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是 pH 值为 7.0 的中性食物。我们人体血液的基准 pH 值数值为 7.365， 下面这些食物的 pH 值与人体血液的基准数值差不多，因此摄入也是安全的。例如自来水、葡萄酒、黄油、生奶油、蔓越莓、牛奶、李子、黑莓等。虽然这些食物摄入后无害，但并不需要优先摄入。接下来是酸性食物，并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但如果要食用的话，需要考虑与碱性食物的平衡。首先是 pH 值为 6.0 的弱酸性食物，例如酸奶、果汁、加热后的菠菜、几乎所有的谷物、豆奶、山羊奶、椰子、鱼、梅子、加工果汁、糙米、可可、杏仁奶、发芽小麦面包、燕麦、猪肝、牡蛎、淡水鱼、鲑鱼、金枪鱼、白兰地等。我建议大家要注意这些食物，尽管并不是说不能吃，其中许多对健康都具有益处，但需要与碱性食物一起食用，以便更好地利用它们。接着是 pH 值为 5.0 的酸性食物，这些食物也不是说不能吃，但需要格外小心，其中包括鸡肉、啤酒、砂糖、水果罐头、大米、黑豆、煮熟的玉米、威士忌等。我建议大家注意这些食物的摄入量。再接下来是 pH 值为 4.0 的强酸性食物，这些食物需要格外小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咖啡。虽然很多人喜欢喝咖啡，但咖啡属于强酸性食物，所以要注意控制摄入量。接下来是 pH 值为 3.0 的超酸性食物，这些食物的酸性很强，如果想要维持碱性体质，最好少量摄入，其中包括羊肉、猪肉、贝类、奶酪、碳酸水、红茶、意大利面、泡菜、阿斯巴甜、巧克力、加工食品、微波炉食品等。我建议大家要格外小心这些食物的摄入。最后是一种 pH 值为超级强酸性的食物——可乐。希望大家绝对要避免喝可乐。总的来说，你会发现碱性食物中主要是植物性食物，而酸性食物中主要集中在动物性食物。建议大家先检查一下您平时吃的食物是酸性还是碱性。如果您经常摄取酸性食物，您的身体可能会倾向于酸性。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减少摄入动物性蛋白质，增加植物性蛋白质和生果蔬的摄入量。这里并不是让大家完全去除所有酸性食物。在本频道介绍的其他的健康书籍中，包括坚果、鱼类和咖啡等，都是对健康有益的食物，不需要强迫自己过度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量。在欧洲医疗界，建议酸性食品占整体饮食的 20%， 而碱性食品占 80% 的比例是理想的。根据作者的说法，至少确保酸性食品不超过整体饮食量的 50% 是比较合适的。此外，许多食品在烹饪过程中会变成酸性，记住所有这些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尽量多的生食植物性食物是一个好主意。而且绝对不要喝可乐，请大家牢记这一点。接下来是第3章，防晒霜毫无意义，预防色斑的唯一方法。引起各种疾病的酸性体质因素不仅仅是饮食习惯，日常生活中还存在许多其他因素会使我们的身体偏向酸性。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导致酸性体质的3个因素，以及改善这些因素并获得健康的碱性体质的具体方法。首先是第一个因素，即压力。压力是使我们的身体偏向酸性的原因之一。身体偏向酸性会导致进一步产生更多的压力，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者在他的诊所中进行了研究，发现处于强烈压力下的人的唾液呈酸性，而放松的人的唾液呈碱性。这一点也在学术界得到了证实和发表。有些人在感受到压力时，可能会选择吃甜食来缓解压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像我在本频道中经常提到的那样，糖类食物在一定程度上像一种麻醉品，它会使大脑处于麻痹状态。当压力大的人吃甜食时，
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暂时会减轻压力，但当效果消失时，反而会感受到比之前更强烈的压力。另外，糖本身也是酸性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体内 pH 值数值下降，使身体偏向酸性。除了影响身体的酸碱平衡外，压力还会降低免疫力。过去一直有人说心情焦虑的人更容易生病，因为心情焦虑的人更容易积累压力，从而使身体偏向酸性。因此，这样的说法在科学上是合理的。对于碱性体质来说，压力是一个大敌，但那些容易积累压力的人又该如何解决呢？根据本书的说法，容易积累压力的人倾向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些内心有所思的人，只要敢于说出口，大脑的意识流动就会发生改变。在对话中，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吧。在对话中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但并不需要勉强迎合。此外，作为人类，即使是稍微移动或改变位置，也会改变大脑的意识流动。只需改变一下地点，心情就能改变。即使做着相同的事情，改变场所也能让情绪焕然一新。经常待在同一个地方思考的人，可能会感到思绪困顿，这时就应该大胆地外出，换个环境，换个地方，心情也会变化，新的想法也会涌现。经历新鲜的空气，原本带来压力的视听信息，反而可能变得令人愉悦。另外，深呼吸和方向疗法也是有效缓解压力的方法。深呼吸有助于缓解脑部氧气不足，使副交感神经占优势，从而使人放松。方向疗法也通过增强副交感神经来缓解情绪，从而有助于缓解压力。顺便提一下，根据本书的说法，减少过度的压力确实很重要，但同时也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压力都是坏事。人们在白天进行活动时，交感神经会占优势，而压力正是在刺激着这一过程。正是因为压力让交感神经占优势，才使人更加专注，为工作和生活增添活力。那些容易积累压力的人，不应该试图强行消除压力，而是应该学会善于应对压力。或许这会成为更加快乐生活的一点启示。接下来是第二个因素，即有害物质。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日本并不经常使用农药，然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日本也在使用大量的农药。现如今，无农药已经成为了世界标准。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使用农药的农产品已经开始难以销售。在日本，因农药影响而出现身体不适的人并不少。使用农药会导致土壤中原本存在的土壤细菌死亡，这样就会导致那里生长的蔬菜本来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流失，因此即使食用蔬菜，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素，反而可能成为导致身体偏向酸性的因素之一。避免农药的不良影响的方法就是尽量选择食用无农药的蔬菜水果。另外，导致人体偏向酸性体质的有害物质不仅仅是农药。现如今，到处都弥漫着电磁波，这实际上也是导致酸性体质的因素之一。如果您住在高压电线附近，您身体的不适可能是电磁波造成的。接下来是第三个因素，即环境因素。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中也存在导致酸性体质的因素。首先，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身体会造成各种损伤，其典型的代表就是皮肤晒伤。晒伤不仅限于皮肤表面受损，实际上身体里的内部组织也可能变得酸性化。因此，为了保持体内的碱性状态，尽量避免暴露在紫外线下至关重要。紫外线对眼睛造成的影响更多，为了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佩戴太阳镜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顺便问一下，大家有人关注过皮肤上的色斑吗？人们常认为皮肤上的色斑是由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引起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皮肤上的色斑实际上是因为眼睛受到日光的照射，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当紫外线进入人的眼睛里时，会向大脑发送信号，促使皮肤组织产生色素沉淀
以保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这就是皮肤色斑形成的真正原因。因此，仅仅使用防晒霜保护皮肤，并不能有效预防皮肤色斑的产生。为了预防皮肤色斑，戴上太阳镜才是最有效的方法。另一个使我们的身体酸化的环境因素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典型的酸性物质之一，它在血液中积聚，会使身体逐渐酸化。为了保持体内的碱性状态，定期通风并引入新鲜空气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早上起床后，当太阳升起时，大气中的氧气浓度增加，光合作用开始，卧室内会充满我们在夜间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清晨起床后立即打开窗户，吸入新鲜空气非常重要。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会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